每次回家，媳都会穿上她的定制高跟鞋，然后走到婆婆的面前，习惯性的伸出胳膊，开始向婆婆报告日常。尽管儿媳很不开心，她还是尽力讨好婆婆，保持平静。她安慰自己，认为财阀家庭都是这样的，但她不知道她的财阀老公已经出轨。他不仅仅是个花瓶，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师。他为自己的财阀儿媳身份感到骄傲，但当他看到主桌只留了3个座位，他感到困惑。后来从服务员那里得知，这是婆婆的指示。他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请服务员安排好自己的位置。看着自己的位置被安排好后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宾客们开始陆续入座，但他突然发现，他刚刚安排好的位置又被撤掉了。他没想到婆婆会做得这么绝。当婆婆介绍孙子的时候，他立刻前去，也想表明自己的存在。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婆婆打断。显然婆婆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，整个过程她都像个透明人一样，连旁人都注意到她被完全忽视了。她的母亲是开餐馆的，妈妈以为女儿过得很美满，但女儿的所有委屈都写在她湿润的眼眸里。也许是看出了女儿的情绪，她提醒女儿说，只要你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。这句话后来变得极其重要。不久，其回到了家，她简单的跟婆婆打了个招呼，但婆婆显得很不高兴。身上的味道说明你回娘家了，对吧？我之前说过，回娘家之后洗个澡再回来吧。回到房间，她忍不住了，她想让老公帮忙和婆婆说，能不能别提回娘家洗澡的事情。但老公反而责怪她，洗个澡有那么困难吗？然后把她当作保姆，让她去洗澡。这就是她曾自豪的贵族生活。这个所谓的贵族家庭，只不过是经营着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。她作为律师，自然在这里工作。吃饭时，妻子只是想要点生活费，丈夫立刻生气了，我明明已经给你1000块生活费了，你还想要多少？还想拿这么多钱去养小白脸吗？妻子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明白了丈夫不愿意给，一气之下把菜全端走了，甚至说如果去超市兼职，至少也能赚到5000块。谁说做家庭主妇就不能工作？丈夫立刻怒火冲天，妻子的怒火也是控制不住了。接下来的情况可想而知，妻子根本不是丈夫的对手，一顿打斗在所难免。显然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终于忍无可忍，妻子决定起诉离婚。她却不知道丈夫请了顶级辩护律师。起初这家事务所根本不愿接手，因为这类案件胜诉率极低，而且这种渣男不值得帮助。但作为事务所的会长，对自己的员工，也就是自己的儿媳妇充满期待，说一定能赢这场官司，我就把空缺的理事长职位让给你。魏老太太可不简单，狡猾得很。他儿子都在质疑问，这是真的吗？儿媳完全信以为真，这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决心要赢下这场官司。对妻子拿出的家暴诊断证明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同样的方法证明她的丈夫也遭受家暴，只是想证明都是双方情绪失控造成的，不是真正的家暴。因为双方证据不充分，好等下次开庭再做判断。回到公司，助理就传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，来她的丈夫竟然是同性恋，个秘密他的妻子可能都未曾知晓。难怪他在法庭上争夺孩子抚养权时，他的妻子特别激动。他说自己做了好几次试管婴儿，好不容易才怀上，所以他必须得到孩子的抚养权。如果对方知道了这个消息，那他这场官司肯定输定了。正在这时，一群人从会议室走了出来，看到马律师得意的样子，他询问助理理事长的位置有人接手了吗？得知是马律师后，他突然感觉自己被耍了。他气冲冲地质问婆婆，你不是说要把理事长的位置给我吗？我们之前的约定不算数了吗？婆婆反问道，你是不是就冲着这个目的嫁到我们家的？她没想到婆婆会这样防着她，于是她第一次严肃地对婆婆说，我将来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。很显然，婆婆早就觉得儿媳不好控制，儿媳找借口去洗手间打电话。她边说，绝不能让她老婆知道这件事，同性恋的事根本用不着离婚，抚养权和财产分配应该归妻子。这话明显是故意让妻子听到的。妻子有点迷糊，我老公真的是同性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一系列动作显然让婆婆更想把儿媳赶出去。果不其然，在法庭上，丈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无法反驳。虽然输了官司，他却觉得如释重负，但他的厄运才刚刚开始。婆婆在10天前已经为他儿子找好了新人选，声称这人能帮他儿子大忙。儿子只是随便一看，就同意了妈妈的计划。当他得知这消息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新闻正在播报，有富豪家族通过假离婚非法送孩子去国外读书，这种事可是违法的。她立刻去找婆婆，询问是否背着她做了什么。婆婆却很淡定的让她好好想想，否则怎么有机会
让你儿子去国外读书。身为律师的她知道这事情很严重，偏偏她老公没把嘴管紧，怎么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了？她突然想到上次婆婆说要整理账本，还拿走了她的账本，不会拿去做什么坏事吧？有一天她急忙让老公想个办法，否则她可能要坐牢了。老公很镇定地安慰她说不会有事的，毕竟不是一家人都要进去，毕竟他们是个大型律所，他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。当他们再次见面时，妻子已经在牢里了。她以为丈夫是来帮她辩护的，但老公却说还要再等等，只需几年就能出来了。妻子气得要爆炸，感觉老公是让她自求多福了。丈夫让她保持冷静，假离婚只是为了保护权益，儿子能去国外上学也多亏了你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老公也不再隐瞒，他即将娶法制司法委员长的女儿，这也是为了增强我们律所的实力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彻底利用了，也许是下定决心了。他打印出了老公的照片，然后把照片贴在沙袋上，一拳一拳地开始发泄，发泄的同时也在锻炼自己。他是要出来后向他复仇。这时候老公也没闲着，正忙着举办求婚派对，没想到竟然有人来捣乱。看着门口挂着的结婚照，门外的女人越看越气，她觉得自己被耍了。明明说好离婚后娶她，但晚上那女人却躺在血泊中。第二天，她的爷爷举着牌子喊冤，坚称她绝不是自杀，希望检察院能重新调查她的死因。正巧这一幕被董检察官看到了，认出她就是昨晚那个闹派对的罗小姐。就在那一刻，新闻里正在播报罗小姐神秘死亡的消息。这条新闻让店里的服务员都很好奇，那天派对缺了个服务员，他还有机会去那儿看看。但突然有人来了，吓得他连手机都没抓稳。手机恰好录下了那一幕，罗小姐威胁那男人要他取消婚约，否则就把他们的事情公开。要知道那男人是他的女婿。服务员暗示说后面才是重点，那男人让手下清理现场。奇怪的是，那女人当晚就死了，这不是明摆着是他干的吗？想到自己女儿可能要坐牢，很可能是这个女婿干的，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正在调查此事的董检察官身上。他悄悄走到电话亭，给董检察官打了个电话，透露说死者不是自杀，而是被谋杀。我手上有段视频可以证明，我只希望你们帮我重新审查我那被冤枉入狱的女儿的案子。但不巧的是，女婿正好看到了丈母娘，这也许是他心里有鬼。他总感觉丈母娘有点怪，但从他询问的语气中可以听出，他是来找董检察官的。于是他故意给丈母娘打电话，丈母娘的表情明显很心虚。当问他来这里干嘛时，他假装说是来帮女儿看案子的，看看能不能让女儿早点出来。看着女婿走后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但就在这时，一男子自称是董检察官的助理，把他带走了。但他并不知道，检察官正好从他身边走过，显然他母亲被带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检察官也感到好奇，明明约定在大厅见面的女人，上一秒还在心里发誓，等出狱后一定要找那个渣男报仇。突然他接到狱警的通知，让他回家参加葬礼。他急匆匆地赶到灵堂，看到母亲的遗像时，他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健康的母亲怎么就去世了？从助理那里得知母亲走投无路，在他父亲曾经开的工厂跳火自尽。这一刻他深感自责，他深知这是因为他被监禁，导致母亲承受不住。看到那个渣男过来，他气得要爆炸。如果不是被他陷害，他就不会被监禁，他母亲也不会走投无路。但他还不知道，母亲不是自杀，而是被谋杀。现在女婿假装好心来办理丧事，妻子要求他带儿子过来，至少让孩子见外婆最后一面。妻子只能忍住怒火，毕竟这家伙能把他陷害入狱，还悄无声息地让他离婚，还娶了个白富美。这种心机深重的人怎么可能带来他儿子？但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。那天他终于找到他，问他是否真的决定捐赠骨髓。如果确定的话，我来帮你安排，这样你就能申请提前释放的机会，提前出狱就成了他的首要目标。但他不知道，他救助的那个人将来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帮助。他很快就提前出狱了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心重新开始生活。原本以为会孤单一人，没想到却遇到了贵人，正是之前他在一个官司中帮助过的那个家庭主妇。他从一无所有变成了富婆，多亏了他的帮助，所以这次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他提议开一家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店，专门帮助女性对付无良丈夫。我出资你出力怎么样？但这女人感到为难，因为律师出狱后5年内不能复业。那位贵妇让她不用担心，她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律师来配合，这样事务所就能成立了。而她的前夫仿佛人生开了挂，自从他的新岳父出现后，他的事业一帆风顺，甚至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但他不知道前妻已经提前出狱，他对他恨之入骨。几个小伙子正在打篮球，突然一个男孩仿佛着了魔，远处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。只见一个女孩缓缓走向天台边缘，随着人越聚越多，是时候他发怒了。其实他的父亲是个著名的主播，但常说站得越高，摔得越痛。他没想到会被同事暗中陷害。当他看到那个女人出现在直播里，他首先想的是自己该怎么办。果不其然，对方开始举报，说他利用职务在 KTV 对他不轨，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，还拿出了当天的监控视频。他一下子成了重点，使之的连台长都没帮他，让他立刻离开电台。看着丈夫的丑闻满天飞，她却来到了这家律所，直接找到莎拉，因为她知道莎拉擅长处理离婚案件。尽管老公还在和那女人打官司，但她知道老公肯定会输，她现在就想尽快离婚。她口头上说是为了女儿不受影响，但莎拉感觉事有蹊跷。这时她妈妈接到了女儿的电话，女儿说受不了了，要先走一步。他们立刻驱车赶过去，女孩只是轻伤，莎拉没有一刻敢耽搁。尽管急救车已经到了，但女孩突然向后倒下，莎拉本想上前扶她，幸好她抓住了莎拉。从她的抓握力可以看出她多么想活下去。大家都很紧张，这让莎拉决定帮他们脱离这个家庭。但回到办公室后才知道，她老公竟然找了车律所来辩护。看莎拉的表情，同事们都觉得不应该接这案子。表面上还在犹豫妻子是否真的会起诉，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车律所正是莎拉的前夫开的。但莎拉决定接下这个烫手山芋，这意味着她要和前夫正面对抗。同时她得知又有一个新的离婚案需要处理，而且她的太太特地找到了莎拉律师，也就是你的前妻啊。男人感到好奇，她不是刚从监狱出来不能打官司吗？手下回报说是她的合伙人董基俊出面的。丈夫显然很是担心，因为他清楚前妻的能力，于是急中生智，他想到了一个抑郁的策略。这位著名的主播突然遭到袭击，被急忙送往医院。新闻一时间开始扭曲事实，提到之前的性侵暗示，说诬陷只是为了害他，这次受伤也是对方的袭击。莎拉深知，如果这次主播洗白了，他的离婚案就更加困难了。突然新闻里出现了一件不明物，这让整个事情有了转机。因为发现的无人机能证明一切，他们很快找到了那时的无人机。监控显示，徐小姐根本没进监狱，这也证明了男人在撒谎。那她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了让男人自暴其短，他们想出了一个狠招。此时男人还不知道，自己正要落入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。等他发现不妥时，已经晚了。他被强行推到天台的坡道上，显然这是为了激发他的求生欲。果不其然，一瞬间，他双腿一蹬跳了下去。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。律师双方很快会面，只拿出了刚才的录像，直接证明这场官司没必要打了。如果继续打下去，男人可能会因欺诈再入狱，而解脱的妻子正带着女儿离开这里。真庆幸还有这样一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律师事务所。莎拉没想到刚出狱就接到这么顺利的案子，但完全没预料到下一个客户竟让她当场目瞪口呆。那人竟是她前夫的现任妻子。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，因为她今天的苦难全因他俩。这女人却觉得很可笑。我要是知道你老公是这样的人，我还会嫁给他吗？莎拉提醒他，我这身份帮你打离婚官司合适吗？其实这女人也是最近才知道，原来是他设计让你入狱后才娶我的。这是一场政治联姻，我只是按照父亲的安排行事。但他的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了。我父亲因贪污被查，也被拘留了。婆婆很是抱怨，最终婆婆还是选择默许。母子俩在商量怎样让妻子一无所有的离开。这时婆婆突然意识到，他们的对话全被门外的妻子听得清楚。既然如此，婆婆也不再装了，直言让儿媳离开这个家，当然是一无所有的离开。妻子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卷，毕竟过去1年他们受了我爸很多的帮助，现在却想摆脱我，让我一无所有。门都不行。没想到这老公如此无耻，表面上安抚她，让她先别急，然后上下打量她一番，还夸她床上很厉害。妻子开始还没搞清楚他的意图，直到第2天，老公才把视频给她看，但他只看了一眼，妻子的瞳孔马上放大了。妻子虽然解释说结婚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，但丈夫坚称视频里没有日期，显然丈夫想让她一无所有的离婚，不择手段。常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于是她找到了老公的前妻，希望他能帮她打这场离婚官司。2天后，丈夫竟然得知妻子见了前妻，可能是心虚，他命令手下立刻把妻子带回，但手下告诉他，前妻已经接手了这个离婚案子，打电话给妻子，对方根本不接。而这边
妻子还在事务所筹划接下来的行动，前妻只是暂时离开了一会儿，让他去和辩护律师交流一下。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绑架了。莎拉好奇为何对方要绑架她，但对方只是嘲笑她，都怪你父亲没用，是你老公让我们带你回家离婚的。莎拉明白了，原来他们认错人了。就在这时，车子突然被追尾了，幸好他的同伴赶到了，他完全不顾自己刚提的新车，猛地撞击对方，然后逼停了对方，成功救下了莎拉。与此同时，那边的男人气炸了，我叫你们把我妻子抓来，你们居然抓成了前妻，你们不知道惹怒我前妻的后果吗？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他只采取了一个策略，他和现任妻子公开亮相在媒体前，所有人都在呼吁他退出竞选。你岳父因贪污入狱，你的品行也好不到哪去。可男人只是用一个眼神，精心策划了一场戏。人群中有人摘下耳机，随即掏出一把匕首。妻子感到非常困惑，不明白老公为何要她全程配合。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冲了出来，原本是想暗杀她的，但丈夫突然挡在她前面，被狠狠地划了一刀。一瞬间所有人都围了上来观看，而妻子则吓得不断后退。她没想到丈夫会如此决绝，为了竞选不惜用上苦肉计来赢得支持。她受伤了，嘴里还念叨着妻子没事吧。想起丈夫之前说的要她配合演出，于是她只好假装上前安慰老公，成功的恢复了一个好丈夫的形象。然后在国会议员竞选中，她当众声明，虽然老丈人是议员，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我不会偏袒任何人，但我也不会抛弃我的妻子。妻子这才明白她的真正意图，老公这是在过河拆桥，原本承诺帮她成为候选人，说会帮助她父亲获胜，原来前妻所说的都是真的。有些人真的不值得原谅和信任，为了赢得人心，他还刻意包装自己，甚至向群众承诺，如果他当选，他一定会重建大家心目中的理想家园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前妻拿起话筒开始讲话，他说自己前2天刚被他绑架，只要没有利用价值，他会立刻把人扫地出门，甚至逼现任妻子离婚，这样的人也配去竞选。他没想到前妻会这么狠，虽然他悄悄让助理把前妻带走，但大家对这位候选人已经起疑了。直播虽短只有1分钟，但媒体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点，选举就在眼前，他只好带着妻子开记者会，一开口就说自己是受害者，一直被前妻骚扰，还特意提醒大家前妻坐过牢。言外之意是他的话不可全信，还庆幸现在有一个细心的妻子一直在他身边支持他。记者们却想让妻子也说几句，没想到前妻也出现了。接下来妻子的话彻底坑了他，他直言不讳，他逼他离婚，为了把他抓回家，竟然绑错了人，抓了前妻，甚至自导自演了一出戏。妻子还拿出了证据，揭露他的恶行。原来2任妻子早就联手了，决定让这渣男付出代价。妻子一顿猛如雷的指责，前妻的话更是火上浇油，彻底毁了他的竞选前景。男人不仅失去了竞选机会，还被媒体追问是不是又要离婚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他还能说什么？只能灰溜溜的逃走。但这期他肯定咽不下，加上母亲的嘲讽，真是太没出息了，前途居然毁在2个女人手里。这话直接让他儿子急眼了，甚至做出了不顾后果的事，每次开车前都要看一眼儿子的照片。虽然现在都不知道儿子长什么样了，但这反而让他每天充满干劲。他的目标就是要夺回儿子。他不知道前夫对他恨之深刻，恨不得一棍子打到南天门去。没想到现任妻子和前妻竟联手，不仅毁了他的竞选机会，甚至还让他成功离婚，还分了他1半财产。当时他离婚时1分钱也没能分到，但看到现妻分走他的财产，他反而松了一口气，让他想开了。那样的家庭不值得留恋。突然有个不请自来的客人闯进屋里，只见婆婆怒气冲冲地进来，抬手就是1巴掌的架势。莎拉气得差点还手，但想到儿子还在他们手上，他只好忍了。至少现任妻子已经给他一些线索，关于渣男前夫和儿子在国外的消息，如果能找到破绽，就能帮他夺回儿子。更令人痛快的是，他帮那女人争取到了应得的财产分割，让渣老公损失了不少。婆婆现在不气才怪，甚至在她的伤口上撒盐，说她这样的女人一辈子没人要。婆婆刚发完火，她就接到了前夫的电话，约她晚上和儿子视频通话，约定的地点正是他们曾经憧憬的地方。真是意料之中，果然遇到了前妻。她知道前夫不会轻易让她和儿子通电话，让前夫别憋着，有什么就说。为了试探前妻的急迫心态，她故意当着他的面给儿子打电话。这一下丈夫爆发了，怒问他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。妻子也不示弱，让他照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人渣是怎么写的。
这话直接激怒了前夫，甚至把他掐得动不了。他的手下及时把他拉开，表面上说放他一马，但下一秒就听到门被锁上的声音。其实前夫只是想出一口气，把他关起来好好反省，却没料到今天天气这么恶劣，直接把老旧的门给毁了。屋子里突然起了大火，莎拉慌得要命，前夫的怒火也差不多消了。他示意手下绕一绕，然后再去开门放人。正在这时，他听到了消防车的声音。这里明明是要拆迁的地方，周围根本没人住。他立刻感觉不妙，赶紧让司机掉头。但他不知道，已经有人先他一步去救莎拉了。救援车到的时候，两人已经不在了。他恰好看到前妻被人抬走，不知怎地，他心里有点酸。第二天，他们的办公室来了个新同事，但他们不知道这人别有用心，从眼神里就能看出这人不简单。趁着还在讨论是否报警，正在谈论昨天的事情，新来的小张就急不可耐地开始翻东西。正当他准备去拿笔记本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了电脑，看到桌上的亲密照片，觉得来得值。这明显的谎言，董律师竟然没察觉，因为他现在脑袋疼得厉害，刚刚接待了一个新客户，总感觉这是有点不对劲。漂亮女士把车送去保养了，师傅一看就发现了问题，女士显得有些不解，直到师傅拿下东西给她看，她看后直冒冷汗，怎么会在她的车上找到这东西？你得知道这是个追踪器。她马上决定去离婚律师那里，但奇怪的是，她似乎对所有人视而不见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那男的。董律师被盯得浑身不自在，想缓解这尴尬，可女人却越来越大胆，甚至越靠越近。他对律师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男人突然感到一头雾水，莎拉也不是傻瓜，当场质问他们是否认识。女人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们曾经交往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董律师让他直接说重点好吗？等女人离开后，几个人开始讨论是否应该接这个离婚案。女人是个有100万粉丝的网红，丈夫虽是著名作家，但不幸是残疾人。他们在直播中大秀恩爱，完全不像她说的那样想离婚，仅仅因为怀疑老公用跟踪器，她就想离婚，而且仅仅因为看到和前任的合照，就萌生了离婚的念头。这也太奇怪了。为了查清真相，他们决定找老公确认一下，但丈夫坚决告诉我，老婆绝不会和我离婚。看了昨晚的直播，大家应该看出我们有多恩爱。律师问我认不认识你，或者我见过你的照片没有？丈夫坚决否认，完全不认识你，也从未看过你的照片。果不其然，那女人对他们撒了谎。女人这边也在抱怨，我早说过董律师不会上当，我不接这单了。对方让他不要急，只要能骗他上床，就能拆散他们，我会给你3倍的佣金。谁知道那男的是莎拉的前夫，就因为那晚他看到董律师不顾一切的救莎拉，就意识到他们之间不简单。虽然是他当初抛弃莎拉，但现在他心里还是觉得难受。还发现董律师在秘密调查他情妇的谋杀案，还要忍受母亲一直的责骂和嫌弃，他感到非常憋屈。从离婚到再婚再到离婚，落到这步田地，都是按计划进行的。所以这次他决定，我要按自己的方式来，不再受你摆布。另一方面，那女人为了多赚些佣金，开始使出浑身解数。虽然董律师已经下了逐客令，明天再来找他教训他，但这女人怎么会放过这个绝佳机会？满口的肉麻话全都说了出来，甚至开始演起了悲情戏。她说她想离婚来跟他在一起，可是男人立刻揭穿了她的谎言。就凭你的性格，你真不适合演这种悲情戏。被揭穿后，女人也不再假装了。突然她看到莎拉走了过来，她立刻有了主意，一下子冲上前去抱住董律师。偏偏这一幕被莎拉看到了，莎拉本能的转身就走，被抱了一下的董律师立刻火冒三丈的让他离开，反正你也不是我的菜。一转身他就开始打听，他在抱怨那种木讷的人连抱都要拒绝。你说我能和他上床成功吗？不知道的是他的话全被莎拉听到了。莎拉也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他前夫的计划。被揭穿后，女人也不再玩下去了，但她不知道，为了帮他离婚，他们事务所已经把他调查得一清二楚。直播间里，女人对老公特别体贴，甚至还特意夸大他们的恩爱。残疾的老公为了做西餐，结果连手都烫伤了。普通人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些都非常可疑。不是一周磕破头，就是伤脚或是烫手，这种频率也太高了吧。为了出那口被甩的气，他们几个人决定从她的老公下手。起初老公还想偏袒妻子，他说自己没有家暴，只是因为他身体有残疾，经常不小心碰伤自己。但昨天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竟然输给了一个包。很快萨拉就接到了他的求救电话，此时他只能在家无助地等待救援，直到莎拉来帮他起身。
如果今天保姆没回乡下，他根本不想让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。果然他们猜的没错，他的伤是人为的。妻子为了拍视频增加流量，故意在他身上造成伤害。如果他不同意，妻子就威胁要离婚，问他为什么坚持不离婚。没想到他是为了面子，他想向朋友们证明自己过得很好。萨拉给了他2个选择，一个是面对现实，另一个是继续假装。妻子晚上又开始搞事，要求明天举行结婚1周年庆典，这样可以吸引更多流量。派对按计划进行，一开始姨妈就开始捣乱，直接找那女人问清楚，问她和她丈夫是什么关系。妻子紧张地问丈夫，这演员是哪个市场找的？演技太好了。没想到他的演技也很逼真，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狠狠地扯，摄像机还特意来个特写。有了这个话题，这次的流量应该不错。然后他拿起话筒开始自清，他们的爱不是随便谁都能诋毁的。他把话筒递给了老公，本来只需说一句我永远爱你。老婆自导自演的直播本该完美落幕，结局原本应该是完美的，老公却只说了3个字，我们离婚吧。妻子当场懵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吗？突然有人在门口向他祝贺，当时线上有20几万人在看，女人气到爆炸。没想到她等待的是牢狱之灾，是丈夫亲自送她进去的，理由是家暴和网络欺诈，现场直接被正法。这样一代网红的生涯就此结束。姐弟俩每次吃饭都会带上妈妈的照片，给她留个座位。继母的涵养真不是一般的大，任凭姐弟俩搞小动作，但很快继母就制止他们不要多吃凉菜。虽然他们有点不高兴，但知道在这世上也只有继母真心待他们，这份爱在亲爹那儿是找不到的。也许是因为不能生育，他对这2个孩子特别上心。听说爸爸想和继母离婚，他们更担心继母会离开他们。为了让孩子们安心，他坚定地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你们的。但这老公真是逼人太甚，硬是要逼他离婚。妻子急了，叫他别糊涂了好吗？你的公司都快上市了，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你真的想自毁前程吗？或许是因为担心老公越来越糟，她特意去找了名叫莎拉的传奇人物。关于离婚的事，她手到擒来，她处理离婚案件从未失手。当听说有人找她办离婚，帮忙搞定她的离婚问题，她没想到会这么轻松就接到案子。如果能帮这位国会议员搞定，那她不就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来对付她的老公？原来议员的老公是被牧师洗脑了，所以才提出离婚。解决牧师问题似乎就能解决一切，但议员泼了她一盆冷水，因为她的老公完全信了那一套，石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为了探明敌人有什么诡计，他们假扮信徒混了进去，并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拍摄和录制。然后重头戏开始，他们推出了一位癌症患者，在牧师所谓的宇宙神力下，求神赋予我力量。牧师随后施展了他的法力，把手伸进患者体内，紧接着摸出了一团不明物体，观众立刻爆发出欢呼。就这样，奄奄一息的癌症患者竟奇迹般康复。他声称已经将癌症彻底去除，还把所谓的病灶展示给大家。这一系列荒唐表演让信徒们深信不疑。为了揭露真相，他们的同伴冒险潜入了后宫，仔细观察那所谓的病灶。突然有人向这边走来，在外放风的同伴赶紧假扮盲人，提示有人靠近。幸好他的同伴耳朵还灵，躲在角落里偷偷观察。果然那所谓的病灶是事先布置好的。原本以为把这视频给她老公看，她就会相信牧师是邪教的一员，但老公太固执了，完全不买账，甚至怀疑视频是假的。真是为了阻止我离婚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们真是操碎了心。莎拉感到无言以对。她原本想劝他醒醒，但她却转头去告诉牧师，有人想栽赃你。结果牧师反倒利用这一点。我之前告诉过你，你妻子的八字和你不合，会妨碍你的前程，暗示你应该尽快离婚。正巧这时候孩子突然病了，父亲却硬是带走了孩子。母亲想阻止，但被老公粗暴推开，完全不顾孩子已经力不从心，费了好大劲才把孩子抢回来吃药，问他有没有按时服药。儿子虚弱地说出了几个字，要被爸爸抢去了。父亲的解释让人气愤，因为牧师说过，吃药会让大脑迷糊，只需到牧师那儿求点福气就能治好。再说孩子又不是，就这么一句话，让妻子下定了决心。没想到莎拉却给了他一个坏主意，说只要配合他就能轻松赢得孩子的抚养权。既然老公那么信任牧师，那就从他的得意弟子下手，挖掘他的秘密，这样就迫使他不得不配合演戏。坐牢还是演戏，爱徒当然容易做出选择。然后他在师傅的酒里偷偷加了些睡眠药，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突然被人吵醒，一睁眼就看到检察官。他有些懵了，
当被告知他因超能力致人死亡，并被逮捕，他立刻反驳说自己根本无此能力，根本不可能致人死亡。为了显得更有说服力，爱徒也装作被抓了。两人表面上在想逃跑办法，实际上是让牧师自暴其短。拿出了证据，牧师意识到他们的病历是用牛血造的，只要拿出冰箱里的几个病历就能证明我们没有超能力，怎么可能致人死亡？屋子突然被打开，外面坐满了信徒们。牧师的好日子到头了，他一时间名声大噪，上了新闻。趁这波热度，妻子开始反击，她邀请了所有记者，公开丈夫是个狂热信徒，他痴迷到不愿在孩子病危时送医，非要把孩子带到牧师那里，差点让孩子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。为了保护2个孩子免受丈夫的伤害，她郑重提出离婚。最后她成功获得了孩子们的抚养权。为了感谢莎拉的帮助，她邀请莎拉成为自己的秘书。你得知道，和有权势的人在一起，那感觉就像是古代的御前侍卫。这时候她的前夫决定来找议员求助，看到前妻竟能靠近议员大人，他就开始打小算盘。于是莎拉开始接到前夫的频繁示好，一开始她完全不理他，甚至故意气他把花寄给了婆婆。看到那些被弄碎的花，她意识到前妻不是那么好对付，而且她妈妈还在不停地骂她，问她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，又回头找前妻。但她儿子劝她要她看大局，现在只能通过莎拉来接近那位女议员，希望能推动他们的法学院项目。恰好今天是丈母娘的忌日，她借此机会准备了祭品来见前妻。几个人一边摆放祭品，一边讨论那个可怜的罗小姐案子的进展。说话者无心，听话者有意，正好被门外的前夫听到，他一下子就恢复了常态，立刻说是来看望妈妈的，完全不当自己是外人。前夫还不要脸地说他是来看孩子的外婆。没想到他的同伴很快就把他的东西拿了出去。这次虽然他来了一趟，却意外得知他们在调查罗小姐的死因，而且罗小姐还是他的情人。当天似乎还有个目击者。在女孩这边，董律师感叹年纪轻轻就轻生，不明白为何会有此念头。莎拉原本想给董律师看看妈妈的照片，但瞥了一眼就感觉非常熟悉。突然她想起了一个监控视频，曾有人试图举报罗小姐并非自杀，监控显示的确像是伯母所为，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妈妈。巧的是，这视频是1年前的今天拍的。难道她妈妈不是自杀，而是被谋杀的？女孩子交朋友一定要小心她。拉开了窗帘，没想到男友一直在外面等着她。男友看到她准备报警，顿时露出了真面目，威胁她如果再报警，这次的后果不仅仅是折断肋骨那么简单。她好不容易等到男友离开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屋外的门就被敲响了。她紧张地撞开门，但门外的人更让她惊慌失措。男友只是个暴力男，而这家伙不同凡响。虽然只见过一面，但她亲眼见过这男人的手段。也许出于心虚，她立刻从后门逃了出去。关门声立刻引起了那男人的注意。巧的是，男友像鬼魂一样在附近徘徊，于是她把那男人当成了跟踪狂，上前就想给他一拳，结果却被对方轻易制服。可惜他们让女孩逃走了，但追女孩的不止他们2个。当意识到对方不是坏人，她本能的转身就跑，但不巧被男友一把抓住。男友以为女友找了新欢不理他了，他一下子就火冒三丈。就在这时，4个好事者在旁边看热闹，男友立刻把他们当作情敌，没说2句就上去动手了。就在2人扭打的时候，女孩趁机逃跑，但她跑得太快，一头撞到了莎拉身上，而莎拉正是来找她的人。莎拉来这儿是为了她妈妈，而她正好是唯一的目击者，但她不想卷入这件事。莎拉只是在猜测那女孩的激烈反应，显然她知道些什么，毕竟女孩曾在她妈的餐馆打工，还知道她和她妈妈关系很好。在你坐牢那几年，你妈妈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，因为你们俩姓氏一样的。抓住这次机会，莎拉发了一张她和她妈的合照过去，请她帮帮自己的妈妈。没想到女孩直接答应了。见面时她告诉我，那天她其实去做兼职服务员，第一次进总统套房，她忍不住掏出手机，本来想拍照留念，突然听到有人开门，紧张的连手机都没敢捡。进来的人是你前夫。她示意我先出去，但手机还在录像。屋里她的情人罗小姐在威胁她，3年滚床单，难道就换不来婚姻？如果不娶我，我就把你见不得人的秘密曝光。情人走后，他命令手下迅速处理掉。巧合的是，罗小姐那天就死了。然后我把视频给你妈看，本来打算一起去告发，但她突然去了洗手间，等她回来人就不见了。她转头的时候，发现你妈被人友好地带走。我追上去一看，才发现你妈居然上了你前夫的车，但奇怪的是，秘书却下车了。那天晚上你妈就去世了，
因为太害怕，我把那时的视频删除了。考虑到那女孩是唯一的目击证人，董律师建议把她转移到安全区。没想到她男友一直在跟踪她，甚至发现了她换了住处。一天晚上看到她要出门，男友就堵住了她。检查手机后发现全是律师的来电，他开始怀疑女友背叛了自己。正巧律师又打来了电话，女孩试图解释，但男友当时像疯了一样，狠狠地把她推到一边。律师感到非常不安，不停地打电话。男友看到律师一遍遍打来的电话，气急败坏地掐住女友的脖子，最后竟然活活把女友勒死。莎拉从没想过女孩会死得那么惨，这让她下定了决心。女人明明很恨前夫，却决定和他复婚，不是因为不舍得他的富二代身份，而是想早点送他上黄泉。但这个渣男复婚也有他的算计，表面上说复婚是为了儿子，实际上是为了给母亲报仇。可这个婆婆特别刁钻，以前她从不敢顶撞婆婆，儿子看出妈妈的窘迫，就提醒她，毕竟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好不容易能聚在一起。但母亲很好奇儿媳回来的真正目的，而她已经想好了怎么说，这是为了能和儿子待在一起。婆婆也不是傻瓜，她知道儿媳会怎么回答，于是提出让他们睡同一间屋子。儿子显得很不自在，解释说我们分开这么久了，需要一段时间来缓和关系，还恳求妈妈以后能和睦相处，哪怕是为了孙子也好。为了减轻尴尬感，婆婆命令儿媳切些水果送到她房间，儿媳表面上答应了，转眼间却把水果送到了婆婆的房间。看到桌上只削了头的水果，婆婆的眉头立刻紧锁，明白这是祭祀用的切法，显然是儿媳故意为之，还假装解释说自己很久没切水果，说着手生，然后把水果拿走了。这天回家的路上，她突然注意到家里有双很显眼的运动鞋，好奇地问秘书有客人来了吗？得知是她老公公司的组长，妻子感到更加奇怪。她对这双鞋，于是在车里等着那个男人出现，趁机拍下了照片。重点是那双鞋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她故意叫住那男人，其实她只是想确认那男人认不认识她。果不其然，那男人称呼她为少夫人。表面上她让组长多关心公司事务，实际上她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计划。回家后，她把母亲被带走的视频和今天拍到的鞋子照片进行对比，发现这人正是失踪已久的出租车司机。最奇怪的是，我们已经跟踪了一段时间了，发现婆婆总是偷偷的见他，这说明婆婆肯定瞒着她老公做了些什么。她用上了少夫人的身份去约司机，故意从监控里指出一个人，让他确认那人是不是他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他们的运动鞋甚至都一样。但男人坚决否认不是他。果然如他所料，他故意透露这人正是他们要找的嫌疑人。他倒是想问问那人最后对他妈妈做了什么。一转身他就告诉了少爷，你的妻子在怀疑我老公。没想到妻子一直在追查他母亲的死因。司机的目的很简单，他只想拿20亿封口费后离开。表面上少爷叫他赶紧准备出国的机票，明天我会给你准备现金，那样使用也更方便，你说是吧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得手，但他却忽视了财阀家族的冷酷。第二天他在等红绿灯时，一辆车突然追尾了他，他下车想要质问对方怎么开车，没想到对方却很殷勤地查看他的伤势，然后直接把他绑了起来。他想反抗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要知道他们这是在救他一命。那晚组长的车子到了约定地点，他只发了一条消息我到了，在车内等你，但下一秒车子就被压成了废铁。他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，他的腿瞬间就软了，用猪脑都能猜出是财阀家族的手段。夫人问他为什么要杀他妈妈，男人一慌马上否认说不是他做的。那一天我只是按少爷的命令带老太太出去了，但到了半路少爷让我下车，所以后面发生的事我完全不知情。但提到罗小姐的案件，他心虚的立刻逃跑，本来想开车逃离，但太紧张了，结果出了车祸，人被撞得昏迷不醒，幸好及时送医，命虽然保住了，但还在昏迷中，没能杀掉组长。老公越来越怀疑妻子，妻子却准备了厉害的一招。她反问老公知不知道组长出事了，但老公也不是傻子，问为什么出事的车是你手下的车，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？没想到妻子竟然如实相告，我怀疑你妈让组长去杀我妈，我只是想去当面确认而已。我一提你妈，组长吓得立刻逃跑，结果出了车祸，所以你妈肯定和这事有关。说完她就要去找婆婆对质，她把拍到的监控给婆婆看，婆婆看了一眼就完全撇清和自己无关。妻子故意透露，经过我调查，1年前的组长是你的专职司机，那是您让司机带走我妈的吗？其实这是故意让老公听的，毕竟没有证据，他妈完全可以替他顶罪。
虽然被婆婆赶出来了，但老公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。妻子用的这一招，真不知道这方法有没有用。妈妈直接问儿子组长为什么会出车祸，儿子反过来问妈妈：“我也想问你，是不是你让他去的？”妈妈虽然解释了：“我没有理由害死你岳母。”但儿子仍在装糊涂。要不等组长醒了，我们去问问他。戴尔离开后，母亲就让秘书去调查儿子在岳母去世那天的行踪。秘书很快告诉他，那天开车的是少爷的司机。这次组长出事，少爷的车的行车记录仪正好记录了事故现场。果然，在儿子的房间找到了组长的手机。他真的搞不懂儿子到底怎么想的，于是他决定面对面和儿子对峙。但这次对话出乎意料，母亲突然意识到自己养了个白眼狼。这个白眼狼已经决心背叛。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手机，播放了母亲雇人杀人的证据。母亲没想到儿子会用这招，儿子怒斥母亲：“是你先开始的，太过分了，为什么要告诉警察？孔组长是我手下，如果他被怀疑，警察首先会找我。”而母亲这么做只是为了警告他：“你如果落地狱，救你的只有我。”儿子不断提醒母亲：“是你先杀的罗小姐，我只是帮你封住岳母的嘴。”母亲气得发狂，儿子只想让他承担后果。儿子突然发现了什么，没想到屋里竟然装了监控，监控的一方也发现自己暴露了，于是母子两个开始对策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原本想在饭桌上挑妻子的毛病，把她赶出去，没想到妻子早有准备。母子俩对视一眼，准备开始。这时妻子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明明知道是谁，她还假装问电话那头的国会议员出什么事了。丈夫紧张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原以为是法学院的批准，结果是在询问他们公司有没有个孔组长。得知孔组长的市法学院申请没通过，母子俩都气馁了。妻子假装问老公：“你给他钱了吗？”婆婆突然感到心虚，只是给了一点离职费。妻子假装好奇：“那他哪来的20亿？”结果被警方调查了。这话一说出口，婆婆立刻意识到儿子背地里干了什么。老公显得很愤怒。妻子示意保姆把孩子带回房间。外面的警笛声让婆婆不解，儿媳不再掩饰，让他们出去面对现实。你们两个是谁？跟警察走一趟吧。丈夫没想到妻子这么快就动手了。当警方要带走男人时，他涉嫌杀害罗小姐，儿子当场指认是妈妈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还补充一句，孔组长不就是你1年前的司机吗？尽管母亲被捕，儿子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于是把一切都怪在前妻身上。很快妻子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知道她情急之下会做傻事，但她还是决定去见面。没想到一上车就被老公迷晕了，因为老公知道妻子不会轻易放过他，毕竟他害死了他的妈妈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被绑得结结实实。他只希望妻子帮他录个口供，说他妈妈有自杀的想法，但妻子完全不合作，反复追问他是怎么推他妈的。男人此刻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，本来想打他一顿，却发现他身上有录音设备。他捡起了录音器，老公在心里默默做了决定，然后把妻子锁在集装箱里，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录口供，否则5分钟后，这个集装箱就要发往美国了。外面的运输生意足以证明他没在撒谎。妻子最后哀求丈夫说自己死了无所谓，她只想知道他妈是怎么死的，是你故意推的她吗？还是无意中的？丈夫终于说出了真相，确实是我推的，谁让他想要揭发我？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他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没想到一出门就被围堵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妻子的计谋。看着丈夫还在装傻演戏，妻子忍不住直接给了他一脚，并掏出了他刚才录的罪证，说不定他妈看到了会拍手称好呢。